印尼与越南完成海上划界解决方案，美国很兴奋，中国会如何应对？近日，经过12年的会谈，印尼和越南终于解决了海上边界争端。要注意，这份协议虽然平息了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局势，但也挑衅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利益。因为中国对印越双方有争议的海域拥有历史主权，在南海纳斯纳群岛周围，印尼海岸警卫队与越南曾经打得不可开交。2017年，一艘越南的海岸警卫舰艇拦截了一艘试图护送越南船只离开争议海域的印尼舰艇，并打伤一名印尼军官。2019年4月，一艘印尼船只与2艘越南船只相撞。2019年，印尼相继围捕并摧毁了38艘悬挂着越南国旗的渔船。2021年3月，印尼海岸警卫队抓捕了2艘越南渔船。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越南与印尼会在近日达成南沙有争议地区的划界协议。印尼总统佐科和越南总统阮春福在签署了这项协议后，还宣布计划到2028年将双方的贸易额从120亿美元提高到150亿美元，并加强在国防、安全、旅游和教育方面的合作。两国签署了3份关于能源和矿产资源、反恐和打击非法毒品交易的谅解备忘录。可以说，在东盟国家内部，印尼与越南在涉及中国主权权益的问题上达成和解，这对中国而言绝对不是什么好事。道理很简单，中国对南海地区拥有历史性主权，而越南和印尼的划界原则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划分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到1982年才正式生效，而中国对南海九段线的主权自国民党政府时期就存在，而且收复南海岛礁的行动还是坐着美国造的军舰去的。在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独立建国之前，从来就不存在与中国南海主权争议问题，所以印尼和越南的和解等于是对中国九段线的挑衅，也含蓄地表达了对2016年南海总裁案裁决的支持。中国明确表示，这份裁决就是一张废纸。值得注意的是，印尼和越南的解决方案将为更多东盟国家之间在重叠海区划界问题上的谈判铺平道路，比如越南与菲律宾、越南与马来西亚等等。而且这些谈判都会涉及挑战中国主权权益的问题。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美国已准备好采取行动协助印尼和越南达成协议，并计划打击非法捕鱼。说白了，就是要对中国渔船下手。这些地区原本就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美国计划向越印两国的海岸警卫队提供培训和援助，并在适当的时候联合更多的东南亚国家采取法律行动。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应对越南与印尼在九段线内所达成的划界协议等问题。首先，基于中国对相关水域拥有的主权，只要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些协议在中国看来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越南和印尼胆敢对中国渔船动手，那么中国海警会教他们如何守规矩。你也可以理解为，只要任何一方没有与中国达成协议，那么中国渔民与海警该怎么活动还怎么活动。这份协议是解决了印尼与越南之间的矛盾，但并不等于能管得了中国。其次，中国还要防备美国力量介入，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局面。美国人是玩离岸制衡的老手，看到这些东盟国家挑战中国的主权和权益主张，那么肯定会暗自高兴。不能排除美国鼓动南海周边的相关国家对中国渔民动手。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做好枪打出头鸟的准备。只要美国的海警敢对中国渔船非法执法，我们也要让美国人认清这是谁的地盘。当然，只要越南和印尼不挑战中国的权益，中国也犯不上主动激化双边的矛盾。最后，中国也需要推进与东盟的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这也是真正在法律层面确保南海矛盾不被激化。东盟国家已经形成了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共识，未来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这是需要中国全力推进的一项工作。总体而言，越南与印尼签署海上划界协议，并且先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签订，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压力。为此，我们首先要防备美国人的挑衅，并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措施。当然，也不能惯着个别不开眼的国家。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